森林物种繁衍的绿色宝库，孕育出千年神木，高耸挺拔，枝叶蓬勃。它们生命的起源从一粒小种子开始。然后水苔的比例和种子比例大概是1比1.5左右。从野地母树采集下来的种子，首要经过筛选，在混合水苔介质保湿之后，一起倒入袋子里封装。控制好湿度和温度，接着就准备休眠。经过处理的种子放置于不同温度的冰库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甚至更久。像阔叶树的话，我们通常大概一般储存就是在这个4度C 的一个冷藏室。那如果是针叶树，我们就会放在-20度C 的那个更低温的那个冷冻库，那它就可以保存10年甚至20年。每一类种子的保存方式不同，现代科学更能让种子冰冻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态氮中，如同雪地覆盖，沉沉睡去，蛰伏千年不无可能。它其实原上在这种温度之下，它的所有的活动的机能都降到最低了。一个白色大型铁桶不止冰冻了好几千颗种子，还装载了植物的 DNA 密码。植物的组织的话，在我们的储存的话，就是根茎叶花的部分。那如果有果实的话，会一并会切果实的样子进去里面。那我们只要有留存 DNA 的话，就可以在未来的一些无论是研究或是富裕上面，就可以有一些材料可以被拿来做使用。每个冰库如同植物的基因银行，存放着未来物种重生的筹码。等待春天来临，种子在微风轻拂、晚阳日晒下渐渐苏醒。但要完全回到大自然拥抱前，得先在温室培养出健壮的小苗。每一个育苗篮里边都有那个种子，其实它都还会陆续在发芽。发育很好的话，一小篮里边有可能会有500-600颗，但是等到它慢慢的长大之后，有可能只剩下300颗、400颗左右，因为它有一些会陆续枯死，可能一篮到最后移植的话，会剩下200颗左右，或200到250之间。能够从温室移出栽种，就有机会长成大树，但这几率大概只有50%。接下来，小小的幼苗又得面对环境考验，怕虫害，更怕气候的不稳定。有时候它会连续下雨，就甚至1个月的雨季之后，其实我们在育苗上面，它的根很容易就会泡烂。午后山区气温降低，云雾飘渺，水汽环绕，享受着森林运中小苗日渐木质化，将要长成树。这个苗木我们看起来非常健壮，它还有这个须根都已经有长出来了，所以它到造林地去的话，它的成活率就会很高。这些被称为台湾国宝的扁柏和红桧，造林地就位于终年湿润的高山雾林带。从种子落地萌芽，经过1年时间，长到5到10公分的小苗，3年才生长到40公分。要长成一棵大树，历经多少风霜雪雨。而每一物种延续生命的方式不同，像是采集回来的活体植株，就不需经过种子发芽的程序，以根茎叶扦插继续繁殖。每一植株配有一组数字和扫描条码，这是他们的数位身份证。
透过电子化建档详细记载生长状况。为富裕健壮苗种，研究人员也借无菌操作减少污染源，进行植物的组织培养，来提升繁殖率。它里面的养分没办法支撑它继续活下去，所以要把它移到我们新配的养液里面。细心呵护着辛苦抢救回来的物种，即便不起眼的小草小花，未来都可能救人一命。有些生物，譬如说，它里面有些基因成分，可能我们到现在，譬如说举例像艾滋病，它的治疗的疗效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现在还没发觉到。也许它就存在一些动物、植物的身体里面啊，所以今天在做保育的话，其实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珍贵的价值。在台湾，不论是国家的种子库与研究单位的温室培植，或来自民间的保种中心，他们都在打造植物方舟，因为保种才能保命，才能延续生物活动。不少的科学家说，地球上的物种正用100倍到1000倍的速度在消失，这是一个绝对值得信赖的话。那么有一些类群正在用10000倍、20000倍的速度在消失，这就有点像是一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着，它掉了一个零件不太要紧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掉到第几个零件的时候，这个车子就垮了。植物不只能造林、保护水土、美化世界，还能被人类食用作为药引，在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中占了重要角色。生命需要有多样性，地球需要有多样性的生命来维系着它。所以你讲保命，不论是保自己的命，或者是保其他生物的性命长远的留存，我们都需要好好的照顾。也许很卑微的小花小草，以及完全不起眼的微生物，只有多样性的生命一起在地球上维系这个平衡，我们人才可以活得健康啊。目前，台湾特有种乌来杜鹃已被判定为野外灭绝，需要透过人工复育。而像是台湾穗花山、台湾油山、南湖柳叶菜、台湾水青冈、清水圆柏，因为珍贵稀有，也被列为台湾法定保育类植物。植物灭绝的速度正在倍速前进，保种育种工作不间断，才有机会翻转生态系统崩解的危机。